苏女君，别跟着我，我自己走走。南风看着苏月瑶离开的身影，深思了一会儿，之后还是跟上了苏月瑶，没有离得很近，远远地跟着。苏月瑶边走边叹气，这么多有能力的人都进了他的后院，想想啊，还是挺爽的。他以后不用有什么想法就可以躺平了。他一个普通人穿越过来，竟这么的受欢迎，也许也有原主的长相的原因。原主的样貌确实长得不俗，唉，他竟然有些患得患失了，他都有些觉得配不上他们了。妻主在想什么？是想将来离开这里？你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妻主刚刚在想什么？是想离开这里吗？离开？我不准。苏月瑶疑惑地看着他，这说的是什么？你不准什么？我刚刚也没有想什么，只是觉得你们背后的势力这么大，有更好的选择，为何都要进我的后院？妻主应该明白我们的心意，那妻主为何不接受我们的嫁妆？嫁妆？今日星辰和他说话跳幅好大。你们的东西我要来干什么？而且我不想打理，在你们的手里和我的手里有什么区别吗？妻主是不是想回你之前来的地方？你不接受，是怕哪天你离开这里，这些嫁妆还是我们的。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，回不回去我没有想过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去。妻主，不要回去，好不好？你不想我回去？不想。星辰，你现在派我回去，我觉得有些晚了。想当初你那么对我，我都没有回去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回去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之后苏月瑶眼睛瞪大，看着星辰面向他跪了下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道歉。啊？妻主，之前那样对你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我要是不原谅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一直道歉，让你原谅为止。你起来吧，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如今我的肚子还有你的孩子呢，原谅不原谅的不重要了。妻主心里还是没放下，是吗？已经过去了，难道你还想要让我打你2巴掌吗？让你吐几天？妻主想要怎么做都可以。你和芊芊好像没有反应了，你们2个看见我不吐了？前2日身子没有想吐的感觉了，想来妻主肚子里的孩子已经胎相稳固，满2个月了。那你们身子还有其他变化吗？有。什么？想靠近妻主多一些算吗？不算，这什么跟什么嘛。你起来吧，今日你把他们都查了一遍，不是也告诉我，唯有你一人以后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妻主中间遇到危险，就是我大意所致，所以我才让视察阁查的。我很惊讶他们背后势力是这样的，我也担心他们对妻主不利，所以想要他们亲自告诉你。我明白了，其实他们说不说不重要，毕竟你们已经在安排人保护我了。星辰，我在之前的地方过得也不如意，也从未被人期待过，所以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心里也有压力，并不是埋怨他们瞒了我。妻主。好啦，不说这些了。没有想到以前高高在上的你，如今会这么平和。要说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就是星辰了，虽然有时候他面对其他人的时候还是带着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但是他有资本呢。妻主喜欢我如今的样子吗？喜欢吧，还有这3日是我培育期的，快把我送回去。妻主娶的郎君真多，我都有些想要独占妻主一人了。你不是还想让我和南风合作？和他合作，下一步就是要娶她。如今这么说，你信吗？我可没有让你和他合作。南风想要他的族人安全，我可以帮他。他嫁人的事情，我给他安排其他女子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，赶紧把我送回去。苏月瑶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她总感觉星辰今日格外的好说话，而且特别黏她。不会真是受到了肚子里孩子的影响吧？这也太神奇了。星辰搂着苏月瑶，把她送到了裴玉琪的院子时，发现院子里杨千寻和裴玉琪2人正坐在院子的石凳上喝茶。阿瑶，芊芊，其他人都去忙了吗？是啊，都去忙了。阿瑶，你没有生气吧？没有，我只是想缓缓，谁知道他们来头这么大。阿瑶，他们可是你的郎君，在外的身份的地位，在后院里对你是不同的。我知道的，芊芊，你有没有很想靠近我？
是很想离阿瑶近些，这2日也没有想偷的感觉。哎呀，看来最近七主要和主君星辰多相处了。玉琪，你知道？啊，之前出门做生意，听下面的掌柜说的，他的七主有孕2、3个月的时候，他格外想见他七主，有时一日不见就难受。杨千寻和星辰2人听到这话，顿时都皱起眉来。他们不能一天都腻在七主身边吧？关键还是2个人一起，这也太……苏月瑶话还没有说完，春日就快步走了过来，行礼说道：“女君，福安内官来了，在大厅等着呢。”我去看看吧。记住，我们跟你过去看看，我们不进去。好吧。等苏月瑶到了大厅，苏女君，福安行礼道：“福安内官不用多礼，不知道陛下是有什么吩咐吗？”苏女君，陛下有旨，让您明日去往南岭州治理水患。内官，我如今有了身孕，怕是不能长途跋涉的吧？苏女君，陆院守已经为您把过脉，您的胎相稳固，没有问题。而且此次不只是为了治理水患，而是您身怀双胎，是凤鸾国的吉兆，众人看到您也会心安。福安说完，苏月瑶差点要骂人了。合着发生灾害后，百姓以为是陛下的错误，之后陛下就把他推出来当挡箭牌，让他这个吉兆转上一圈就好了。那我的安全呢？万一这些人看着我这个吉兆都扑上来，直接把我压扁，陛下也别要这吉兆了。苏女君，您放心，此行陛下已经派了凤羽卫和禁军全程保护，还特意准许您额外再带3位郎君一起去。我为陛下打头阵，陛下还不让我带全部的郎君去呢。要不这次直接全员带着他们游玩一圈，消失去南疆得了。这女皇让人恶心的，一点都不想和她接触了。苏女君，其他郎君都好说，就是大皇子身为皇室没有特旨，是不能离开凤都百里的。哼，这告诉自己的意思，大皇子是留在凤都的质子呗。女皇对自己的孩子可真够狠的，她要是这里的女子，一个男子而已，舍弃就舍弃了。女皇是有多大的把握，肯定她出将问题时不会舍弃大皇子。苏女君，奴已经传过旨意了，陛下等您的好消息。福安说完后，行礼离开了。这时，杨千寻陪玉琪和星辰走了进来。阿瑶还好吗？南风在外面吗？在，但是……星辰话还没有说完，苏月瑶直接抬脚走了出去。看到门口守着的南风，我去南方的事情是你干的，我是不是已经明确拒绝你了？不是我做的，我还没有行动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苏女君要是不信，你可以问问你世君。我的人一直看着凤羽卫，他们今日并没有出府一步，而且宫里也没有凤羽卫单独见女皇的信息传来。那让我去南方是哪个王八羔子想出来的？月瑶，是刚回京的巡查御史，还有李丞相一脉的人员上奏的。胡巡查回凤都了？是的，昨晚进的凤都，今日就上奏说南方各州府都发生了水患，尤其是南陵府比较严重，想请七主下南方看看。之后朝堂上一小半的官员说七主的身孕不适合出远门，但是被普巡查给挡了回去，说家国天下要以国事为重。李丞相一脉的官员说七主身怀双胎本身就是吉兆，就应该多出去走走，也安百姓的心。最后朝堂上几乎都同意了，女皇就下了旨。普巡查我认识吗？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吗？普巡查已经出去巡查凤鸾国各个州府，今年刚出去半年，七主和他没有任何交集。七主，别激动，我们回屋商量下。苏月瑶进了大厅，直接坐了下来。这普巡查是谁啊？七主，普巡查此人很是传奇，他在22岁没有嫁人，直接充军了。充军后2年在军营立了大功，听说是成功阻止了敌人投毒，还歼敌500，是个能人呐。陛下特召他回凤都，之后就封他为巡查御史，负责巡查各个州府。这2年破获了很多案件呢。关键这人身后无亲无故，视察阁查出来，他此人是云府城人士，小商户出生。在他充军的半年后，胡家发生了一场大火，他的本家一族全部死在那场大火中。他在充军时候没有任何问题，包括他当这2年的巡查御史也从未出过错。
各地官员送礼都会被他以贿赂官员处置，当地有些世家也曾出手刺杀过他，但是都被他躲过去了。赤沙阁掌握了很多官员的犯罪证据，很少有查不到问题的。这人就是祁一。苏月瑶无语的不想说话了。这南陵府我还非去不可了，虽说是有人上奏让我去的，但是感觉就是不爽啊，非盯着我不成了。其实七主这次去也好，水患并不严重，七主可以在南方把孩子生下来后，再考虑以后回不回来的事情。南陵府离南郊不远，环策军的势力在那里，而且裴策军的财力在那里也有很多，七主可以想任何方式脱离女皇。女皇只让我带3个郎君去，其他的人偷偷摸摸的去吗？还有殿下怎么办？七主明面上带着主君、环策军和裴策军。崔策军，女皇应该没有让你随行吧？星辰说的不错，陛下让我的副官护送七主，禁军是陛下指派的，除了副官是我的人，其他人都不是一直跟随我的，所以我不确定有没有陛下的人。崔策军和大皇子是女皇最终留下牵制七主的，其他人想要离开凤都很容易，南方来回2个月就能回来，我们会熬到七主生产，所以到时候等七主生产完的时候，你们2人来。七主，这南陵府是4通8达的水城，它总共有6个县城，都是以河流隔开的。虽说年年有水患发生，但是当地是鱼米之乡，很富足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到时候是不是要坐船去？马车我们要走上5日，到通州府之后换成坐船要5日，路上要10日就可到达。但是七主有孕，可以慢一点，15日到达就可以。玉琪，南陵府好玩吗？风景挺好的，美食很多。他差点就说出来，那里的厨馆也是一绝。那我们这趟算出门走走吧，这样一想，我倒是不难受了。就是益阳，你和殿下就要受委屈了。月瑶，我在凤都待着，陛下也安心。殿下到时候我安排人把他给你送过去。那你呢？我平日要操练禁军，本身也忙。哦，对了，月瑶，此次你去的路上不要太相信禁军了，连我的副官也不要轻易相信。我知道，益阳，这次星辰他们会安排人手在我的身边，你的暗卫全部留给你，如果有事情了，他们会护着你，我也放心。不行，崔策军，听七主的安排吧，我们会安排好人手的。你的暗卫传信方式给我们1份，我会安排人随时给你传信。那听你的吧。七主，你吩咐府上收拾行李吧，我出门一趟。月瑶，我今晚要去趟禁卫军营，有事情要安排，就不回来了。明日一早我会在城门口送月瑶。益阳你……月瑶，虽说陛下指派了禁军，但是我还是能临时换上几个人的。这些人即使月瑶不用，出事临时能保护好你也是好的。我会保重的，益阳你也要好好的，我等你来南陵府看我。好。之后崔阳离开了。阿瑶，益阳到时会安排好。再说我们也不一定会到和陛下闹僵的地步。是啊，说的也是，后面的事情说不准。其实我觉得在南方生下孩子比在凤都被这里的世家盯着要强。芊芊，明日按道理是要陪玉琪回门的，让下人准备好礼品，明日一早送过去吧。礼品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日清早安排人送到裴府。七主，我会派人送信告知我父亲和母亲，他们不会在意的。再说七主奉旨去的南陵府，选我陪行，对他们更是一件好事呢。那就好，我还怕不能陪你回门，会有人看轻你呢。裴家除了我父亲、母亲和妹妹外，其他人不足为惧，七主不用担忧。那就好。七主，今晚你去陪殿下吧，殿下是唯一一个不容易出凤都的人，其他人都好办，唯独他。裴玉琪真的好好，体贴温柔，还时时想着他。阿瑶，殿下得到这消息，想来心里难过，最是无情帝王家，唉。苏月瑶刚想回答，看到院子外过来的大皇子。七主，你要是不想去南陵府就不去，我来挡着母皇。你得到消息了，去南方其实也挺好的，当做散心了，就是要委屈殿下留在凤都了。我不委屈，我倒是觉得委屈七主了。南陵府那边我有些产业，地契还有庄子，七主走的时候都带上，希望能帮到你。好，那就谢谢殿下了。他要是拒绝，殿下会很难过的吧？明明他母亲那么不在意他，他还是第一时间过来哄他。我明日就要出发，我今晚陪着你。不用，等过些时候我会去找七主的。殿下让七主陪你吧。
不然他心里会一直惦记你的。那多谢玉琪好意了。殿下客气了。最后，苏月瑶陪着大皇子回了皇子府。诸君，我和远景会在凤都待上几日，准备一些药材，还有安排一些事情，就会去南陵府找七主。诸君，文人馆我会想办法请假或者休课，尽快去南陵府的。这枚玉牌你拿着，这是七星山门的令牌，只要拿着这枚玉牌，江湖上武学世家都会帮助。星辰应该知道是哪些世家的。好，你有心了。这时，苏月瑶和大皇子出现在主院。你们都回来了？七主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等你和你大哥都忙完的时候，就来找我。我其实也不想和你们分开。这次去南边把孩子生下来，要是想在凤都继续生活，那就想法扶持皇太女上位，一劳永逸。七主，我们过不了多久就会去找你的，离得不远。好，我等着你们。晚上，大皇子紧紧地搂着苏月瑶，苏月瑶轻声说了很多的话，让他安心。翌日，苏月瑶在大皇子的怀里醒来。七主，你路上要小心，我会想你的。两人洗漱好后，一起去了膳食厅。苏月瑶陪他们一起用了膳，就出了府门，上了马车。剩下的几人在府门口静静地看着，一直等到马车不见了，才回府。崔义阳专门在城门等着，苏月瑶下了马车，和他告了别。刚说完，城门出现了一辆马车，里面下来一个男子。苏月瑶和这名男子视线相交，就感觉到了一股很强的压迫感。苏月瑶直接转移了视线，男子径直地向苏月瑶走过来。在下巡查御史普安，见过苏女君，此时去南陵府治理水患，在下会和苏女君一同前去。但是苏月瑶还是从他的语气中听出来他对他的一丝敌意和不屑，而且表面给他打招呼，半分没有缓和气势，这人在给他下马威。哼，多大的脸，坑了他还这么拽。普巡查，我就一个女子，你的气势还是收一收，不然我要是一不小心惊了胎，影响行程，就别怪我了。普巡查，我七主平常不怎么见人，您别吓着他。我本身就是如此，我每年巡查各地都是这个样子，苏女君也要慢慢适应才对。原来如此，我身为女子适应不了呢，所以普巡查接下来的行程要做的就是能离我有多远就有多远，不然吃不好睡不好，南陵府也不用去了。苏月瑶冷哼，说完了也不管他的反应，直接上了马车。阿瑶刚刚是普巡查？我感觉他就是有毛病，语气里很是看不上我的。那他让我去南方干什么？普巡查对女子一直很反感，不然当年他不可能不嫁人。玉琪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和他以前遇到过，而且我还顺手救了他一次。我亲眼看见当地的官员为了保住官职，让家里的女子引诱他，他直接把人推了出去，甚至严判了那家人。我救他的时候，他是被当地的官员下了药。这位巡查很有女子缘呐。他这不是招缘，人家是有求于他，才把自家的女儿推出来的。他那个阴沉压迫的气势，是个女的都不喜欢。确实是，他要真的不喜欢，我们就远离一些。他要是上赶着找我麻烦，我也不惯着他。芊芊，星辰是暗中跟着我们吗？是的，星辰骑马应该会在前面的府城等我们。这次我们暗处有很多人护着阿瑶，今日驾车两人也是星辰找来的，说是武功也很强。月儿，你就放心吧，如果有人敢在荒郊野外找事情，我笛子一吹，方圆几十里的毒蛇毒虫都会过来。你要是招这些虫子的时候，记得告知我一声，我提前蒙上眼睛。我会的，月儿，古王认你为主，他们是不敢靠近的，所以别怕。主君和裴素君，这个香包你们带着，毒虫蛇蚁也不会靠近你们。杨千寻和裴玉琪听到后，立马接了过来，说了声谢谢。他们心里其实也怕，南疆的御兽召唤毒虫真的是很强悍。欢策君，我进门晚，以后啊，你就叫我名字吧。好啊，你也直接叫我名字吧。好。阿瑶，你要是累了，可以睡一会儿。这才出发多久呀？我一点也不累。今日要走一天，先到驿站，一般情况下要赶路，不在州府县城停留。等我累了再说吧。七主性子真好，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发脾气。阿瑶即便生气，也不会拿我们撒气的。
能遇见他是我今生最大的福气。御书房，汤儿回宫没有？陛下，大殿下不愿回宫。看来他是真生朕的气了。确实，朕在他妻主有孕的时候把人派出去，他心里有气是应该的，不回来也好。这样凤都的人都以为朕是拿着他威胁苏月瑶下南方的。陛下，您为何不明说此时把苏女君派出去是为了保护她？他们想来也不会信。上次汤儿进宫闹了一场，那些世家不是已经在相信朕快和苏月瑶闹翻了吗？那些人不是还等苏月瑶行动吗？朕没想到苏月瑶会为了汤儿忍着不对朕动手，还准备生产后公开纳弑君。如今那些世家表面放过他，实际都等着他生产后安排人进府。他躲到南宁府也好，南风不是给他提了条件吗？他为何不扶持齐儿上位呢？朕没想到当年的风氏和南氏留下的血脉竟一直在朕手下。南风长得也不错，气度各方面也不错，怎么他就没有让苏月瑶上钩呢？奴不知道，苏女君会不会觉得太女殿下年纪太小，才不想和南卫士合作？陛下又正值壮年，不用这么早为太女殿下铺路。你不懂，如今朝堂人心浮躁，每家又都不愿意放权，除了子嗣方面，他们还能退一步。苏月瑶就是这关键，而且朕观察苏月瑶，此人重情重义，再过几年他辅佐齐儿，一定能把世家割据的情况打破。最重要的，他要是能给那些世家生下子嗣，就更好了。可惜苏月瑶不愿意。唉，算了，这也不是能控制的。这次南风不是想给苏月瑶送功劳吗？那朕就提前安排，还以为南方水患已经骗了朕。哼，一个个都当朕是傻子。福安听到女皇的话，顿时低下头，不知道如何接话。他总不能说他们就是有点把你当成讨人厌的傻子吧？福安，你说，等苏月瑶南方成功治理了水患，朕直接下旨封她为太女太傅如何？南风一点进展都没有，还不如朕直接出手。陛下如此做，那些世家不就能洞察您的心意了吗？苏月瑶此时肯定是想着去南方就彻底不回来了。他想的倒是美，朕都走到这里了，怎会如他的意？你看看这一堆的奏折，朕没有一天是批完的。那些世家占着好的官位，给朕分担什么了？李丞相最近明里暗里偷懒不干活，恨不得凤都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给朕上折子，他是要累死朕吗？还提醒让朕多去凤后宫中，想要朕怀上凤后的孩子。朕要是能给凤后生出孩子，早生出来了。就这么多奏折，朕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还让朕宠幸后院。朕不就是没有把那个他们本族的公子送进苏月瑶府上吗？这是朕的原因吗？凤后都自己动手压迫苏月瑶了，自己没成，还怪朕？陛下息怒。息怒，朕息不了。还有这南风，朕对他抱以厚望，背后默默的推动，最后呢，和苏月瑶彻底谈崩了。朕要是知道这样子，朕就不做那个坏人，让苏月瑶如今对朕如此反感了。陛下，这也不怪大殿下，当初你利用他对付谢家，让他中毒，试探苏女君背后的势力，当时奴就说了，这方法不行。你还说这个？朕的天下，朕的儿子，知道苏月瑶娶的郎君背景那么大，竟然不告知朕，疼就是他该受的。要不是看在他疼成那样，朕不把他屁股打开花，朕就不是他母亲。陛下本身也能慢慢查出来，您就不能折中一下，不伤害大殿下吗？再说副统领不是也知道吗？您怎么事后没有罚副统领呢？朕怎么没罚？前一段益阳回了几次府，朕给禁军找了多少事情，他瞒着朕还想和苏月瑶相守，朕会愿意？还有这次，朕就不让益阳这小子陪苏月瑶去南方。朕指派的禁军虽然没有跟过他，但是人确实是对他忠心的，他不信，又换了其他人，换的人可是朕的人。哼，
这就不是朕故意安排的了。最近禁军任务那么重，他到时候还想去南方看苏月瑶，朕一定不给他机会。一个朕的儿子，一个朕信任的臣子，一嫁给苏月瑶，集体叛变，朕还没伤心呢。朕这次倒要看看苏月瑶弑君的江湖势力到底如何，能不能让苏月瑶帮朕处理好南方的水患问题。这次有破安跟着，朕能放心。福安一言难尽地看着女皇，他最近就感觉女皇心思越来越跳脱了。自从苏女君出现后，他都猜不透女皇下一步干什么，真怕到时候玩脱了，被赶下皇位再搭上命，那还有什么机会出皇宫游历呢？福安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别以为你自小跟在朕身边，朕就不敢罚你。是奴错了，请陛下恕罪。那你说说，刚才你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南方水患年年有，又都不严重，那么多工部的人去了也没有治理好，苏女君可以吗？朕有预感，这苏月瑶可以。什么叫又都不严重？就这小小水患，南方就能每年损失上百万两银子。南方是富足，但是万一来次大的，一旦南方乱了，凤鸾国就危险了。陛下深谋远虑，是奴想不到的。陛下犹如……别说了，朕要是有能力，早把世家给握在手里，哪能让他们天天膈应朕？不说这些了，这几日每日都安排内官去请涛儿进宫来，朕还要继续让那些世家看呢。好的，陛下。此时的苏月瑶还不知道，女皇下一步就要下旨封她为太女太傅，进一步的继续压榨她。而她才刚刚睡醒了，由杨千寻扶着下了马车，伸展准备用午膳。马车怎么停了？继续赶路，午膳直接用些干粮。苏月瑶带着的下人听到后，继续该生火的生火，该做饭的做饭，一点都没有搭理她的意思。苏女君，陛下有旨要尽快到达南陵府。我知道啊，但是我的肚子里的孩子们饿了，他们不吃干粮，想吃饭，大概是现在赶不了路了。要是普巡查着急，可以先走啊。你，苏女君，本官在给你下令，即刻启程。哼，普巡查，我叫你一声巡查，你还真当你是管我的巡查了？殿下下的旨意是让我去南陵府治理水患，圣旨上没有让我日夜赶路啊，而且陛下更没有让我全程听你的。你，苏月瑶，本巡查可是……哎呀，南卫使，你还不出场呢？这有朝廷官员直呼本夫人的名字，凤羽卫不管吗？虽说本夫人的官职没有普巡查的高，但是本夫人的三品诰命可是和普巡查同级呢。而且朝廷要求男子要礼遇女子，不得侮辱胁迫女子，普巡查知法犯法了呀。南风看着两人说话，慢悠悠地走了过来，他心累呀，两位争吵叫他干什么？苏月瑶，本巡查可是陛下亲封的，可上斩昏君，下斩奸佞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你一个女子怎敢……我一个女子怎么了？我是奸佞吗？你还想斩了我，你斩得起吗？还有，你的巡查是陛下亲封的，本官的官职不是吗？本夫人的诰命不是吗？陛下还多给我亲自封了一个，数量上也大你一个，我要是你都不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嘿，你什么你？别指着我，不然我让凤月把你的手指掰了。南风听到，静静的退后一步。苏女君呐，你咋不让你的人掰了普巡查的手指呢？再不济还有禁军不是？这么坑凤羽卫，你的良心呢？南风卫使怎么了？这是吓了一跳后退呢？你可别忘了，凤羽卫是保护女子不受伤害的，怎么刚出凤都就忘了呢？之前那拽拽的态度呢，怎么也是见人下菜碟的？我看我这安全呐，难保。芊芊，赶紧扶着我，咱们趁着离凤都不远，直接回去，不然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呀，可就要完了。西主说的对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能出差错的，那可是凤鸾国的吉兆。西主呀，我直接给父亲传信，他们都欺负我们。苏女君，凤羽卫会护你周全的。普巡查，你刚刚言语过了，有侮辱女子之嫌，请你立马向苏女君道歉。等回到凤都，请到凤羽卫受罚。这本官哪里侮辱她了？我就叫了她的名字。
陛下亲自下旨由我全权负责南方水患的问题，我现在连人都指挥不动了。普巡查，虽说全权处理，但是还是要礼遇女子，而且苏女君有孕，又是双生胎，遇到问题有权先护着苏女君。哼，本官无错，等南方的事情处理好，本官会亲自给陛下说明情况。普巡查，我之前救你一命，你就是这么欺负我妻主的？你当初说以后会回报我，这就是你的回报。裴公子，你救了我，那是我和你的恩情，不牵扯其他人。我如今已经是妻主的郎君，他就代表我。普巡查，该到你报恩的时候了，请给我的妻主道歉吧。裴公子，你确定要用你对我的救命之恩用到给你妻主的道歉上？自古女子多……普巡查如果不想报恩也行，毕竟我只是小小的商户之子。对不起，苏女君。苏月瑶倒是没有想到普巡查会同意当着众人道歉，真是能屈能伸呢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是普巡查，我们可是要一同去治理水患的。你再看不起我，也请普巡查别用那种语气和我说话，不然下次我可不会罢休的。接下来请普巡查随着我的进程走。普巡查听到苏月瑶的话，没有回答，直接转身回了他的马车。苏女君真强啊，在下还是第一次见普巡查这么狼狈，让他吃瘪啊。卫士刚刚是怕了他，你们风雨卫不是不畏惧强权，都能护着女子吗？如今看来啊，普巡查从未出过错，他确实想要早点到南方去，才会如此的。再说刚刚我不是护着你了吗？哼，你这话说的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卫士没事也该忙忙的，不用在我跟前了。苏女君，你对普巡查格外的讨厌？我不应该讨厌他吗？他莫名上奏让我去南方，今日在城门的时候语气又看不上我，我为什么要给他脸？我苏月瑶一直就是你真心对我，我真心回之，不然我一个女子还如此看一个男子的脸色，我脑子有毛病啊。南风没有说话，静静地想着他刚说的话，真心对我，我真心回之。他不接受他，是因为他没有付出真心是吗？他值得他付出真心吗？这一刻不可否认，南风的心乱了。妻主啊，你好棒啊！还好吧，我就是觉得陛下派我出来，再找这么一个人膈应我，我才不要受一丝的委屈呢。玉琪，你也很给力啊，就是你的一个救命之恩，换来他轻飘飘的一句道歉，有些吃亏了。关于妻主的事情都不能说吃亏，妻主是最重要的。再说，妻主今日普巡查能当着禁军和凤羽卫的面给您道歉，对他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打击。此人可是从未低头过呢。我不管他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造成他这样，他如今看不起女子的行为，我也瞧不上。我又不是造成他受伤或者受害的人，迁怒于人的行为更不是君子所为。不说他了，说多了晦气。等午膳做好的时候，苏月瑶看到锅里炖的鸡汤，另一个锅里炖了一大锅的菜，香味四溢的。你们两个是厨子？回女君，属下们专门学了做菜，主子和您成亲后啊，特意选出来有厨艺天赋的人，专门安排培养的。你们叫什么？苏月瑶没有想到星辰会这么细心，给他找了做饭好的厨子，还专门培养了人。属下是天字辈的15和17。我知道了，接下来的几天伙食就麻烦你们了。女君客气了，临时准备的还不充分，以后女君想吃什么了，可以提前给属下说，暗处跟着的兄弟啊，他们会给女君找来的。不用麻烦，就地取材就好。星辰在任何时候都那么靠谱啊！凤羽卫和禁军们都默默地咬着手里的干粮，他们也好想吃啊！刚刚一直忙着看热闹，都没有注意他们做饭还做得如此好吃。刚刚他们就应该去打好关系，说不定还能混上饭呢。苏月瑶也没有招呼禁军和凤羽卫他们来吃，因为他发现15、17做的饭正好是他们的分量，他可没有委屈自己人的癖好。此时被饭菜香味香到的还有后面坐在马车里的普安。普安默默地咬牙吃着手里的干粮，这世上就属女子最让人讨厌。用过午膳后，马车继续启程，一路往驿站赶去。接下来2天都是如此赶路，但是到了第3天，苏月瑶被马车颠簸的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开始呕吐反胃起来。马车几乎1个时辰停一会儿，让苏月瑶缓缓。于是他们成功的没有赶到驿站，只能露宿野外。
此时苏月瑶有气无力地瘫在了杨千寻的身上，马车上的几人担忧地看着他。怪我了，今晚我们要露宿野外了。妻主身子最重要，我们没事的。苏女婿，我们要趁着下雨之前找到合适的落脚地，不然下雨后会很冷。我知道的，全力赶路吧。女君，暗处的兄弟在前面树林找到一个山洞，可以避雨。好，你去通知南风带路，我们快点。属下这就去。众人一起去到暗未找的山洞，众人刚进去，瓢泼般的大雨就下了起来。他今日看苏月瑶每次下车都会靠着树干呕，但是他缓过来后又继续让赶路了。这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在女子身上，女子都是娇惯跋扈的，她们才不会在意他们的危险，喜欢什么都是一味的要求。等到汤熬好后，15先给苏月瑶端了一碗，又给杨千寻他们盛过后，让其他暗卫一一过来喝汤，最后17去通知禁军和凤羽卫过来喝汤。众人没有想到苏月瑶会准备他们的。今日因我的身体不适，没有按时赶到驿站，也是我对不住大家了。大家先喝口热汤暖暖，等到了城县，我请各位饱餐一顿。众人顿时开心了。苏女君您客气了，属下的职责就是保护您，您肚子里怀着2个孩子，是该小心点儿。众人喝了汤，依次安排轮值的人员。苏月瑶已经躺在马车里慢慢的睡着了。夜晚，苏月瑶在一阵吵闹声中醒了过来。外面怎么了？这么吵？阿瑶，外面是狼嚎，外面有狼，还有玉琪和妍希呢。阿瑶别着急，狼群在附近，玉琪他们在马车旁。刚刚马匹受惊都跑了，好在昨晚车厢和马匹分开了。我们下去看看。阿瑶别下车，我们的人手都守着，不会出事的。我出去看看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妻主你怎么下来了？外面危险啊！你们没事吧？我看你们一眼也就放心了。我们没事。山洞外，禁军和凤羽卫和这群狼在对峙，整个氛围很是压抑。站在苏月瑶身边的环妍希心里有些挣扎，他其实可以控制狼群的，但是一旦他做了，他南疆圣子的身份就暴露了，对环家来说是致命的。妍希，你怎么了？妻主，我可以吹笛御兽，狼群可以退去。那样是不是会暴露你的身份？所以那就别做。我们人多，狼群不足为惧，遇到危险，任何时候都要先护着你自己。你不是圣人，你要为你的家族和自身考虑，我不会怪你。杨千寻和裴玉琪也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特别是环妍希那句他可以吹笛御兽时，两人神情一松，他们忘记了有妍希在，狼是靠近不了妻主的，这样妻主最起码是安全的。苏女君已经没事了，我们稍作休整，需要马上离开。咱们的人可有受伤？没有的，女君。禁军和凤羽军挡住了大部分狼群，只有零星几只进来了。其他人都去给受伤的人包扎一下，我们带的药也拿出来。好的，女君。妻主，马匹在狼群来的时候都已经跑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徒步走了。我有办法，妻主能否派人和我一起离开一会儿？好。苏月瑶大概猜出来环妍希要干什么，之后让他身后的2位暗卫和环妍希一起出去了。苏女君是派暗卫去找马匹？咱们这么多人，如果能找到马匹，也是能相对轻松一些。此处荒郊野外，离最近的5县县城也要50多里，马匹一旦受惊，怕是不会回来了。没事，万一有落单的呢？试试吧。妻主不用担心，要是真的没有马匹，我们轮流抱着你走。我们还是期待暗卫找到马匹吧，你们抱一会儿还行，要是抱久了累着了，我会心疼的。阿瑶，我们不怕辛苦，别打扰了。南风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对话，他顿时感觉有点撑。这田姨的态度，在他这个刚杀完狼的单身公子面前，如此这般表现合适吗？感觉他们相处腻歪的还有不远处的普安，因为刚刚他也一直在内围，所以他也没有受伤。但是女子和男子能如此相处倒是不常见的，而且苏月瑶在刚刚遇到狼群的时候没有惊慌失措的大喊大叫，确实比一般的女子要强。苏女君的身边的暗卫武力也真是高呢，厨艺好又有能工巧匠，如今武力也这么训练有素，真是不一般呢。是啊，我的人当然个个不一般了，一会儿他们肯定能找到马匹。苏月瑶直接笑了。
苏女君不解释下，这暗卫是哪方的人手？南卫使管得挺宽的，当然是我的人了。至于从哪里来，就不关卫使的事儿了。芊芊、玉琪，我们去外面看看，是不是他们找回来马了？七主，我们运气好，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找到这12匹马。那就好，有了这些马，我们就能继续坐马车了。因为有3辆马车，最后没办法，普巡查坐到了苏月瑶的马车上。车厢格外的安静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妍希，你躺一会儿吧。七主，我没事。你脸色不好，听话，躺一会儿。我没事，七主放心。芊芊、玉琪，你们2个也闭目休息一会儿吧。七主做的要是累了，可以靠在我们身上。我知道的，你们快休息一会儿。2人没有多说什么，都闭上了眼睛。他们确实有些累了，守了一晚上。苏月瑶抬眼发现普巡查正看着他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普巡查直接转移视线，闭上了眼睛。圈怎么了？他没做什么吧？他如今连一眼都不想看他了？神经！他还不想看他呢。要不是看在刚刚禁军和凤羽卫那么卖力杀狼的情况下，他们语气很好的求他让普巡查上他的马车，他还不乐意呢。闭上眼的普巡查心里不受控制的跳了跳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照顾郎君的女子，心里想着女子最为狡猾，他肯定是想要做给他看的，他不能相信。就这样赶了1上午的路，5时才到了5县县城。5县距离坐船去南陵府已经很近了，但是还要再赶上1天的路。众人找了县城最大一家的客栈休整，准备明日再赶路。苏月瑶进了客栈，订了3间包厢，让客栈上最好的饭菜给每个包厢上一份。毕竟他们都是保护他的，有些受伤的人，苏月瑶也安排人去多买了一些伤药回来。菜上好后，杨千寻他们想要起身伺候苏月瑶用膳，都折腾1天1夜的，不用伺候，坐下直接用吧。阿瑶，没事，要是谁看不惯了，自己去大厅里吃去。各位郎君都坐吧，你们七主发话了，凤羽卫不会多管。几人都没有动筷，按照要求，女子和男子同时时，必须要等女子先下筷子。七主我来。不用。苏月瑶给每人倒了一杯水，说道：昨天晚上多谢你们杀狼，这一路麻烦你们了。他们看着眼前的茶水，他们好像从未喝过女子倒的茶。之后苏月瑶给杨千寻他们每人都加了菜。快吃，你们不饿吗？我看这菜色还行。3人笑着说了句多谢七主，直接吃了起来。另外3人也反应过来，禁军副官严谋立马说道：苏女君客气了，属下出凤都的时候，老大特意交代了属下，护好女君是属下的职责。凤羽卫保护女子是应该的，苏女君不必客气。普巡查没有说话，但是盯着眼前的茶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几人用过膳后，都各自去安排了。妍希，缓过来了没有？七主，我没事，只是猛地用了内力，有些累。那就好。这时窗户突然一动，谁？一个身影直接抱住了苏月瑶。环妍希看到是星辰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星辰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七主进城的时候我就知道了，一会儿主君会带着药老过来，给你把脉看看，晚上让你受惊了。他们都护着我，我并没有受惊。你已经见过芊芊了？世少阁在这里有分隔，我没有想到七主会突然不适。药老今日给你看过之后，主君会出面让他留下来，让药老在你身边，我放心些。好。七主，接下来我会在暗处保护你，再往南走就一直是阴雨天，南方的情况比之前严重了些。七主尽量要走官道，有几条小路都出现泥石滑落的情况。我会给南风说的。南方的雨下了多久了？最近一直都是下下停停，但是几乎每天都会下雨。我知道了，你暗中保护我，会不会很累？不会。杨千寻和裴玉琪回来了，2人看见星辰也在，没有吃惊，直接让药老给苏月瑶把脉。最后得知苏月瑶呕吐是因为水土不服，还有些疲劳，胎相没有问题，几人才松了一口气。药老，接下来赶路，阿瑶要是再不舒服咋办呢？我准备了一些缓解的药丸，让苏女君吃着。我看啊，苏女君这情况，等过2日坐船，怕也会不舒服啊。阁主啊，我下去准备一些药材。
星辰，南方是不是发生什么了？昨晚我们不应该遇到那么多狼群的。南方近几日还在下雨，几乎很少有晴天，修的水渠都在涨水，通往南方的小路都出现了泥石滑落的现象，所以坐船去南陵府的人比往年要多。那些狼群应该是从山里下来的。5千已经接到好多百姓报案，说是遇见狼群了，有些甚至袭击了孙子。路上不太平，小路堵了，走官道的多了。所以七主，接下来2天咱们要赶路，尽快到码头去。我已经派人提前包船，到时候你们跟着药老，他知道是哪只船，里面都是我安排的人。如果雨不停，七主去南陵府安全吗？南陵府是整个南方的中心复苏之地，别的府县会出事，南陵府是最安全的。南陵府我已经安排好住的地方，就在裴策军的宅子旁边，桓策军和大皇子的宅子也离得不远，到时候七主可以选择住哪个。南陵府衙最好不要住进去，南陵府知府是才上任的凤都公羊家族嫡系子，七主要是想安稳一些，府衙不是上选。之前的何知府被调走了？裴玉琪惊呼道：上个月才调走的，因为水患问题，消息并未及时传出去。这公羊家族怎么知道阿瑶会下南岭？是提前布局，还是真的凑巧？世少阁还在查，最迟我们上船前能得到消息。这个公羊家族很厉害吗？阿瑶，这个家族算是半隐退吧。前几任家族都是控制凤鸾国朝堂的风云人物，也就是这23年开始不再入朝。听说他们祖上有几枚免死金牌，而且他们的门生也很广，文臣武臣都有，所以他们即便朝堂无人，在凤都也是无人敢欺辱的程度。他们不住在凤都城内，凤都西城外郊区一半的庄子都是他们的。好大一个山户！知府是他们家族的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奉旨来治理水患的，他还给我找麻烦不成？七主，你忘记了，公羊家族之前也给你递了选郎君的帖子，当时推荐了几个公子来着？有5人吧，而且各有特色，甚至说是各个角色，整体都要比我们要俊美。芊芊，你应该说他们都没有你们美，他们进不来我的后院，你们已经进来了，所以你们比他们都好。主君，七主说的对。他们家族这代没有女儿吗？没有，这没有，上任也没有。上任公羊家族总共有5位公子，之后他们共娶了1位女子，共同生育了7、8个男子，具体几个凤都并不知道。而且公羊家族的男子并没有和凤都的世家女联姻，所以当初我们看到他们的拜帖才会很吃惊的。几个兄弟娶1个女子，他们这代不会也打算如此的吧？阿瑶要是去了府衙，一定要防着公羊知府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故意安排的，还是无意巧合的。我知道了，那我们到了南陵府就住咱们自己的院子吧。星辰，你准备的院子不是和玉琪的院子挨着吗？能不能提前挖出一条相通的密室？可以，我会吩咐人去做。如果我不住府邸，禁军和凤羽卫应该也要跟着我住。这个没有问题，宅子很大，让他们住前院，后院足够我们住了。而且前院和后院直接隔着一条小河，来往之间只有一座桥通行，很安全，也适合七主养胎，不受打扰。那就这么决定了。阿瑶，今晚你打算让谁陪你啊？你们自己决定吧，我去看看南风他们采买回来没有。苏月瑶说完，想要直接开溜。七主这么难做决定？不难吗？芊芊，你身为主君，后院安排是你的事情，怎么问我呢？让我定，那就让星辰陪你吧。明日之后，星辰只能暗处守着阿瑶了。那就这么定。怎么就定了？裴玉琪和桓妍希没有多说什么，毕竟这一路上都是星辰在安排，难得今晚独处的机会，给他也不过分。南风采买完回来的时候，特意见了苏月瑶，说明了南方情况不容乐观，明日开始要抓紧赶路了。因为星辰提前告知了，所以苏月瑶直接同意。晚上几人用过膳后，苏月瑶看着星辰，星辰，你其实不用对我这么好。七主，心又要软了呢。我哪有？这一路上你安排这么细致不累吗？其实我没有那么娇贵的。一个女子对男子心软的开始，首先就会考虑他是否累不累，会心疼他是不是。我不跟你说了。这才对，我既然是你郎君，就应该事事做好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之前我不懂，如今我其实也不是很懂，但是我想把我最好的一切都给你。星辰，我……记住，什么都别说，我们开始不美好，你别轻易原谅我。谁？女君，是南卫使，他有话要给女君。好，稍等。卫使要说什么可以和我说，我七主不太方便。
在下看小二送了一桶热水进去，以为苏女君还没休息呢。我今日出门去给七主请大夫了，所以要沐浴。对了，忘记告诉卫士了，我看这名大夫医术很高，就打算带着一起南下了。我知道了，大夫怎么说？苏女君的身子没事吧？有些水土不服，疲劳过度了，卫士放心。那在下就放心了。禁军和凤羽卫都安排有轮值的人员，请几位放心。多谢。南风离开后，杨千寻笑着看了眼床上的苏月瑶，直接去了隔间。夜晚很长，等星辰雁足的时候，苏月瑶已经睡熟了。等第二日苏月瑶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马车上，顿时她直接拿着毛毯盖住自己的脸。丢人呐！她早上竟然没有醒来，肯定是他们抱着上的马车。禁军和凤羽卫想来都看着，他没脸见人了呀。阿瑶醒了吗？赶紧喝点水。我一会儿再起。阿瑶，不是你丢人，丢人的是我。今儿早上众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他们都习武，当然知道昨晚上苏月瑶在和星辰干什么，只是两人闹得有点晚了，当时也没有觉得什么，毕竟两人也好长时间没在一起，他们能理解的。但是当他抱着睡熟中的苏月瑶上马车的时候，四面八方的视线恨不得吃了他。南风更是说，杨公子，身为主君要懂得照顾自己的妻主，特别你还身为主君，你的妻主还有孕，再有下次就要请主君去凤羽卫所喝杯茶了。他气得差点没有蹦起。昨晚他听了半晚的声音，他连阿瑶都没有碰到，他倒成了罪魁祸首了。而且如此质疑他，他的主君名分更是碎了一地。hoàn颜熙和裴玉琪更是全程捂着嘴憋笑，他当主君这么久，还第一次这么憋屈。啊，芊芊你怎么丢人了？记住，我来跟你说说。苏月瑶听完，顿时有些不好意思，又带着歉疚的眼神看向杨千寻。芊芊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回头让星辰弥补你。阿瑶，我不要星辰的弥补，我想要七主的弥补，可以不？好，一定弥补你。七主啊，我就说你这体质太弱了，要和我多在一起才好。hoàn颜熙少说两句，还有其他人在呢。阿瑶，我们成其他人了。策军你和七主还有秘密呢，什么叫做多和你在一起？你还能改善七主的体质呢？之后hoàn颜熙就把他身体的蛊虫说了出来。杨千寻和裴玉琪听到后，眼神一闪而过的亮光。苏月瑶听到hoàn颜熙的话，顿时又蒙上毯子，他是听不下去了。他们三人当着他的面讨论这种事情，合适吗？妍希，那七主和在一起几次能改善呢？这个我不知道。怪不得阿瑶会陪着你早起，原因在这里啊！我们还以为你不行呢，担心你和七主会不和谐。我很行的，七主有我身体里的蛊王滋补，最多感觉疲惫，不会酸疼的。那以后安排日子，我多给你安排2天。你们够了，当着我的面讨论这个合适吗？七主，你不想多和我在一起2天吗？什么？主君刚说了以后安排日子多给我排2天，你就说我们够了。苏月瑶气得不想理他们。主君没问题，你多给我排2天，以后七主的体质越来越好，我们都受益，对不对？好，回去我就和其他人商量商量。到了傍晚，他们赶到了一个驿站，但是驿站直接爆满，并没有空房。南风看着驿站的人太多也太杂，所以决定在驿站不远处的树林里落脚。这次他们在五县特意买了防水保暖的布料，可以用来搭帐篷，所以他们并不担心露宿野外。此时苏月瑶下了马车，伸了伸懒腰，赶了1天的路了，她不是坐着就是躺着，感觉浑身都酥了。15午他们直接生火准备做饭，这时南风拿着一只鸡走了过来。苏女君，这是我吩咐下属去树林里抓的，给你们。多谢卫士的好意，我们不需要，你们人多。那好吧。就这样，他们赶了2天路，终于到了坐船的码头。你们船的管事在吗？你们这是要租船去南陵府啊？我们这船价格可贵啊！你们要去的话，小的就请管事的过来。钱多点没有问题，就是必须给我们送到南陵府。那是肯定的呀。苏月瑶上了船，想着终于不受颠簸了，但是令苏月瑶崩溃的是，她竟然晕船了。此时的苏月瑶弱弱的趴在床上，不是干呕就是呕吐，一点东西都吃不下，头还晕晕的。
所有人担心极了，药老准备的药丸最多缓解1、2，但是他还是不舒服。星辰从他们上了船之后，就一直待在苏月瑶的房间照顾他。终于在船上整整熬了5天，船到南陵府后，苏月瑶由杨千寻抱着下了船。众人刚下完船，南陵府知府公羊若愚见过苏女君、普巡查、南卫使、严副官。大人不用多礼。苏女君，在下已经在府衙备好了膳食，还请您与诸位贵客一步，一同享用美食佳肴。多谢大人款待了。在下应该的，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各位上马车。苏女君，各位郎君里面请。大人不用特意招待我的，我就是奉陛下旨意配合普巡查治理水患，我不是重要人物。苏女君能奉旨前来南陵府，就是南陵府百姓的福气，特别是治理水患的大事，苏女君不用谦虚，里面请。到了膳食厅，发现只有一个大大的圆桌子，一旁的下人在依次上菜。苏女君请。苏月瑶最后坐在主位上，杨千寻陪着苏月瑶落座，但是裴玉琪和环妍希并没有坐下来，而是站在他们身后。阿瑶，正式的场合侧君要服侍你，不能坐的。苏女君放心，侧君的膳食已经备好，稍后他们就可以去用。让他们2个现在去吧，我不喜欢人伺候。众人没有想到苏月瑶会直接说出来，都顿了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2位郎君，请跟府下的下人过去用膳。你们2个去用膳吧。好的，郡主，多谢知府大人。环妍希和裴玉琪行了一礼就退了下去。之后苏月瑶动了筷子，众人开始用膳。杨千寻全程给苏月瑶夹菜，苏月瑶不想再和公羊若愚交流，全程低头吃饭。但是他吃到好吃的，还是会下意识的用公筷给杨千寻夹。毕竟杨千寻全程都没有怎么吃，都是在帮他夹菜了。整个膳食厅其他人都有意无意地瞟向苏月瑶。当他给杨千寻夹菜，趴在他的耳边说话的时候，他们眼中都带着惊奇。普巡查更是不相信苏月瑶会如此对他的主君，肯定又是在表演。他都接受了知府大人的示好，想来过不了几天就会娶了知府大人。公羊若愚看到苏月瑶的行为，心里也在沉思，这苏月瑶是对他有意还是无意？之前其实他并不想嫁人，但是家族里逼迫的没有办法，才会提前安排他来南陵府。虽说外面传言苏月瑶如何对郎君好，他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，如今看来他确实很不错。他好像不排斥嫁给他了，但是他也能感觉出来，他并不想和他有交集，只是给了他体面，没有明确拒绝罢了。就冲这一点，苏月瑶就和其他的女子不同。之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嫁，如今想嫁了，他要好好想想如何打动她，让她娶了自己。这顿饭除了苏月瑶全程在吃外，其他人都带着别样的心思。午膳用完后，公羊若愚强烈要求苏月瑶住到府衙上，说是房间已经提前安排好了，但是这次苏月瑶长了记性，坚决反对了。苏月瑶和公羊若愚告别，上了马车，进了车厢，发现里面坐着的人，眼前一亮。星辰，你是专门等我的吗？是啊，看来妻主很喜欢这个公羊家的公子，怎么想要娶了他，还是纳了？哎呀，好大的粗味啊！冷血冷心的杀手阁主吃醋了呢。妻主，我要是吃醋了，你打算怎么哄我？我才不要哄你呢，我又没有错，我就是想差了嘛，觉得我们到了人家的地盘，给知府大人一个面子才吃饭的。哦，妻主原来这么通情达理呢，那我要不要给妻主些奖赏？奖励就不必了吧。那个，再说了，芊芊他们都陪着我，我除了吃饭，其他什么都没有干。妻主还想干什么？阿瑶没有多想，星辰别逗阿瑶了。主君说的对，看来我们以后要轮流教教妻主，让她多想想，不然以后她出门就要给我们不停招惹桃花了。星辰，这个想来只有你能胜任了，我们这些世家公子可是要守难得。难得呀，妻主，上次罚我抄的难得，你说我要不要遵守呢？你要不要遵守，我能管住吗？妻主当然可以，我都听妻主的。都听我的，之后不准再打趣我。好的，遵妻主命。公羊若愚当上南陵府知府不是巧合，是公羊家族出面把他调任过来的，就是奔着妻主来的。
但是消息上查出来的公羊若愚的为人正直，能言善辩，自身很有毅力。之前在吏部任职，从未出现任何贪污腐败的事情，是这一代公羊家族的佼佼者。七主可要小心了，他之前是家族逼的，他要是不对七主有任何好感那还好，要是他对七主动心，将来会一步一步的靠近七主。星辰，你查了这么详细，你不好好保护我，不然我就被他带走了哈。七主，我不能出现在人前，而且主君说的对，很多时候后院郎君不能干涉你的行为，南风可是时刻盯着你，所以七主想不出来好办法，就不停的装傻吧。我脑子很聪明的好不好？七主是很聪明，但是对男子行事上不太了解，而且你的很多行为几乎都表现在脸上，大部分的男子都能猜得出来。此时马车到了宅子，七主，你们先下去，府里的人都是自己人，管家已经在门口等着你了。好的。苏月瑶下了马车，抬头看了眼前的大门，门匾上写着苏府。星辰做事好细致啊，连匾额都提前换了。见过女君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谢女君。南风和严谋包括普巡查也都下了马，走了过来，看到这么大的阵仗。苏女君不错呀，这位置有这么大的宅子。不错吧？我也是这么觉得，还是郎君娶得好，提前安排这么贴心，真好。苏月瑶进了宅子，很是惊喜，小桥流水的风格处处透露出雅致感。女君，这一片是前院，可以给各位客人住，内院要通过这座小桥，不受前院的打扰。南卫使和严副官，你们可以去选选合适的住的地方，以后有事情可以通过管家，我们在前院大厅说。